始好吗？哥，你会吗？你有没有看见？我的名字叫佳佳辉，在我的身边发生了难以想象的事情。投资失败后，女友离开了我，心灰意冷下，我就回了老家。父亲是戏班的班主，见到我回来后非常高兴，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。生意失败回家，正好给了同父异母的妹妹嘲讽我的机会。肯定让我说中了，在外头混不下去，又跑回来了。废物！我并未在意。回到我的房间后，我把行李整理好就睡了过去。可等我醒来后，发现行李似乎被人翻过，看了看没少东西，我也并未在意。收拾完东西后，我就在戏棚前联系前女友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电话怎么也打不通。于是我就开始给她发短信。我不相信这么多年的感情说断就断。就在此时，我突然感应有很多人在盯着我。转眼间来到晚上，我只好托老同学帮忙寻找前女友。在打电话的时候，不小心踢到了路边烧衣的火盆，我急忙道歉。就在此时，女友突然打来电话：“喂，是不是许军？”与此同时，一辆汽车向我疾驰而来，而车前的2个小孩突然消失不见，司机非常惊恐，下车查看，看来这次是真的遇到了脏东西。次日一早，父亲把我叫到戏院，准备把我介绍给戏班的成员。这时，一夜未归的晶晶带着酒气回来了，父亲非常生气，跟他大吵一架。我叫你站住！站好了。父亲被妹妹气得当场犯了心梗，幸好抢救及时，没有生命危险。可时间临近7月14，父亲接下的神功戏马上就到了开台的日子，戏班不可以没有班主，于是台柱子小燕建议让我暂代班主一职，因为神功戏演不好，很影响戏院的声誉。还没等我答应，电梯门突然打开，一个阿婆推着尸体走了进来，看着眼前的尸体，让人很不自在。而那个阿婆却一脸严肃地看向我，说道：“先生，你别管我多嘴，我也是为你好。什么事？现在7月，你别到处跑。为什么？否则恐怕有些东西你会不停地看见。”我差点被吓掉了魂。电梯开门后，我赶紧拉起小燕离开了这里。回到戏班后，小燕再次劝说让我暂代班主。我想了想，这些年父亲一个人支撑着戏班也不容易，就同意了。随后，小燕便召集大家，宣布让我担任代理班主。众人虽然都没反对，但我也从他们脸上的表情看出透着不满。到了晚上，我邀请小燕到酒吧放松。随着酒过3巡，我们2个也敞开了心扉，说出了心里话。眼看小燕喝醉，我只好带她回宿舍。我望向窗外，突然发现路边出现了一个红衣女人，她伸着手，好像在说着什么，可因车速过快，瞬间消失不见。回到住所后，我本想着会发生点什么，可小燕却扭头走向自己房间。就在我以为没戏的时候，小燕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热情似火。次日一早，筋疲力尽的我来后台帮忙，可不懂规矩的我却弄巧成拙。谁把集子的口关上了？是不是希望我们唱不下去啊？说话！是代班主写的，这也是戏行的行规，你这么做是在破坏传统习俗。再看小燕，她好像忘记了昨晚的事情。另一边，妹妹守在父亲的病床边，隔壁突然传来一阵异响，掀开帘子，里面满是人影。她以为是临床的家属，正准备继续睡觉时，突然想起隔壁根本没有病人，她急忙再次掀开帘子，帘后竟是空空如也。难道之前的一切是错觉？妹妹站起身，准备倒杯水清醒一下。下一刻，妹妹出现在监控里。此时的她状若失神，在电梯口不断徘徊，手上还一直比划着什么。画面戛然而止。等到妹妹再次出现时，就像换了一个人。原本同父异母的妹妹生怕我争夺家产，这次在饭桌上却公开支持我当代理班主。哥哥，我会支持你的。更奇怪的是，一直不愿意学戏的她开始主动跟着小燕学唱戏。妹妹的天分极高，只是看了一遍就能学得有模有样。一旁的老人也自愧不如。次日一早，我们戏班举行了破台仪式。出于好奇心，我想回头看一眼，却被小燕阻止。来到后台后，她才跟我说起了戏班里的规矩。刚才你看的那台玄坛白虎就叫破台，辟邪驱鬼，祈求安畅。刚才你进来的时候，有没有留意到戏台上的神像？他就是我们梨园的守护神华光仙师，治邪驱鬼。按习俗来说，神像应该要安放在左边。一时之间说不了那么多，但是不要紧，你慢慢就会习惯。
我顺便约小燕晚上看电影，可小燕却拒绝了。我十分疑惑，难道她对那晚的事情一点都不在意？我不想浪费电影票，就独自去看电影。起初电影院里非常空旷，来看午夜场的没几个人。可看着看着，我突然感觉脊背发凉，感觉后面好像有人在盯着我。散场以后，我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恐怖的事情。回家以后，我被吓得睡不着，就写起来日记。就在此时，戏院里传来了唱戏的声音。我来到窗前一看，原来是小燕跟晶晶在摸黑训练。我并未在意，就回去睡觉了。次日一早，我来到后台寻找小燕，发现一个没有脸的女人正在化妆。我刚准备上前看了清楚，头上的吊扇突然掉了下来。等我缓过神来，那个女人已经消失不见。遇到这种事，我十分疲惫，就回屋补觉。醒来后，竟然发现床边摆满了贡品。见到这一幕，我彻底怒了。俗话说，迷人还有3分火。我来到戏台，把人全都叫到了我的房间。由于没有证据，这次我只能吃哑巴亏。众人走后，小燕留下来帮我收拾房间。我趁机问起了那天我们从酒吧出来后放飞自我的事情，可小燕好像真的把那件事给忘了。就在此时，怪事再次发生了。一阵阴风吹过，小燕倒在地上不停抽搐。我见势不妙，赶紧出去叫人帮忙。可等我带人回来的时候，小燕竟然恢复了正常，刚刚貌似什么也没有发生过。为了搞清楚到底是谁在捣鬼，我在戏班的每个角落里都按上了监控。由于这几天的疲惫，不知不觉中我就睡了过去。突然一阵剧痛袭来，我拉开裤管，竟然发现自己的腿居然摔断了。忍着剧痛，我打开了刚安好的监控，画面中一个人缓缓走出了房间，而那个人赫然就是我自己。还没等我从震惊中缓过来，实时监控中一个女人走到了我的房门前，我顿时感觉脊背发凉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可不知道为什么，那个女人突然消失。次日，父亲的好友福伯来帮我治腿，并且提醒我，现在是农历7月，运气不好的话，很容易会遇到脏东西，轻则就会小伤小痛，严重的就会大病一场。你们戏行是吃4方饭的，对鬼神要尊重。你们彩排和演出有没有买些祭品来拜拜4方啊？我爸已经拜过了。哎呀，一个归一个，既然你接手了，就要重新再拜，表示你对他们的尊重。听完福伯的话，我觉得有道理，当晚就准备祭品拜一拜。可就在此时，前女友的父亲突然打来电话，志军上个星期跳楼自杀死了。我简直不敢相信，因为前2天我们刚通过电话。就在此时，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异响，贡品被人打翻了。我赶紧去查看监控，画面上却一个人影都没有。难道是我准备的贡品不合他们的口味？就在此时，小燕突然出现在我身后，我让她看监控，她却拿起刀扎向了我。我拼命将她推开，倒地的小燕四肢扭曲，似乎在与身体里的另一个灵魂搏斗。最终，在这一阵瘆人的抽搐后，小燕恢复了平静。我十分惊恐，问小燕是不是被前女友附体。小燕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，离开了。次日，我来到戏台前，提出想要取消演出的想法。贵哥一听，不干了。总而言之，戏台已经搭好了，台也破了，神也拜了，你突然说要取消，就等于兴神弄鬼，这样我们会倒霉的。我就把前女友变鬼报复我的事情说了出来。就在此时，福伯说出了一件往事。今年我们抽中演神功戏的地点，在40年前有个戏棚，一场大火把人都烧死了，不知道是不是这件事在骚扰我们呢？听完这件事，我的心更凉了。回家以后，我就开始思考对策。就在此时，监控器里传来了声音，我急忙查看，惊恐地发现大家居然都在黑暗中排练，紧接着就停电了。我拿起手电筒就来到了戏院，我惊恐地发现妹妹她们都被吊在了空中。就在我要靠近他们的时候，突然一个人影闪过，扑倒了身后的福伯。我刚要过去营救，就被一股神秘力量拽倒在地。危急时刻，父亲从医院赶来，他先是在门口请了华光祖师的神像，然后举着神像挨个照向被附身的人。被神像照过的人纷纷恢复了神智。可当父亲要带我们准备逃离时，神像却诡异地炸开了。随后贵哥再次被附身，只见他用长枪连续捅死了数人，其中就有妹妹。眼看女儿惨死，父亲豁出去了，要跟贵哥拼命。就在我要上去帮忙的时候，小燕再次被附身。只见小燕用最后一丝理智让我逃，我想去救小燕，可恶鬼直接把她摔死。与此同时，父亲解决了贵哥，可那个鬼魂也上了父亲的身。还没等我缓过神来，父亲已经把我扑倒。就在我快要断气的时候，我对恶鬼吼道：不要再骚扰我吧！赵金山都过来找我！恶鬼果然被激怒，钻进了我的身体。那一刻，
我居然有了对方的记忆。20年前，我的母亲是戏班里的花旦，在一年7月14表演神功戏的时候，不小心扭到了脚。从此，母亲就跟中了诅咒一样，每次表演都会扭脚。父亲一气之下，就让女2号上位，成了新花旦。新花旦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，使出了他的绝招对付父亲。这个新花旦就是我同父异母妹妹的母亲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母亲忍无可忍，直接来到后台，趁花旦化妆的时候，放火烧死了戏班所有人。这群枉死的人怨气不散，一直在寻找复仇的机会。这下我终于明白了一切。我心想，大不了父债子偿，摸起一旁华光祖师的神像，亲手了结了这段仇恨。果然，很快父亲就恢复了正常。7月14这天，父亲亲自登台完成了表演。而我也终于可以和小燕在一起了，从此更是每年都能来看一次神功戏。到这里，我的故事也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见。